我的父亲为女帝打下赫赫江山，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，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凉。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，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。凛冽的北风乍起，仿佛在预兆着风波即将而来。就在这战栗的立冬时节，千骑营的暗卫如同不知疲倦的鹰隼，飞速自北凉捎回消息，直递到金建德的案前。金建德获悉消息后，立刻向皇宫赶去，将盛大的胜利捷报与未知的惊变呈递给了金风鸾。袍袖拂过悬挂的玉珏，金风鸾面色铁青，额上那一片少女般的细腻肌肤，如今掩不住冲霄的愤怒，眼神如同冰凌锐剑，寒光逼人。他的双手不自主地紧握，指甲尖利如刀刃，深深嵌入掌心，隐隐欲破而出。那根植于骨血里的霸气，因为秦泽的逆天之举，而有如狂风暴雨般释放。金风鸾炸雷般的咆哮贯穿全殿，随着愤怒的质问，金建德只能低声回应，其身上沾染的墨香气息似乎在此刻变得沉重。桌案上凌乱的奏折在金风鸾的掌风中飞舞，如同他心中烈焰一般沸腾，紧接着狠狠拍在金建德的脸上，嫣红的手印仿佛印证了皇权的愤怒。他急速追问胡马兵的数量与秦泽如何能有此成就，金建德的回应却充斥着不确定性。金风鸾怒声反问，嘲笑与怨怼之情在言辞里蔓延开来。两人的对谈中，金风鸾随即下了决断，绝不允许秦泽踏入京师。他断然指示对黄龙家族下达满门抄斩之令，他坚决的姿态如冰川绝壁，不容一丝裂痕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要将黄龙的行动变成对秦泽暗杀的机会，事无巨细，一网打尽。在这个计划中，金建德将千骑营的精锐作为利刃，暗地里以黄龙党羽为名，对皇室眼中的钉子秦泽发起致命一击。金风鸾的容颜在宫廷的灯光下愈显冷硬，更有西京边关的严峻形势压在心头。屠元国的影子让他皱起了眉头。西京的动荡向女帝展示了一个无尽的治理难题。金建德紧随其后，为女帝画出了一道退出的通路。他将西京比作鸡肋，指出若屠元国真的介入西京的政治，此地即将成为大前的治理死地。他暗示，如果允许西京自行独立，反而能为大前国与屠元国之间建立一道安全缓冲带。金风鸾闻言眯起了眼，权衡其中的利弊。西京的放弃在金建德口中成了除却烦恼的良策。金建德还补充道，达成一个与屠元国的默契，无乱无战，便是削减了国内外的一大忧患。女帝允准了他的计划，同时指示他明早的朝会上得压制可能回荡的反对声浪。而对于黄龙一案，金风鸾的指令更加明确，务必要在凌晨前将其束手就擒，确保胜利之后立刻宣判其罪名，并判其死罪。金建德迎命离去之际，还为女帝带来了能安抚情绪的香包，显示了他的忠诚。金风鸾略显诧异，却肯定了他的细心。金风鸾离开宫殿后，金建德在外头独自回味着方才的交锋，他迫不及待地怀着深藏的私欲与火热，回到了自己的府邸。在府中，金建德暗中玩弄着一场腐败的游戏，将权力的欲望与堕落的娱乐混为一谈。他将自己的野心化作肆虐的暴行，冲撞着那名意图取悦他的女子。他被迫模仿女帝的举止与说话方式，成了金建德疯狂欲望的牺牲品。金建德在施虐与乞求间游走，嘴角挂着残酷的笑容。他手中的藤条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阴冷的弧线，落在女子身上，引发出悲鸣与哭泣。但在权力与虚荣的驱使下，他让女子深陷于他疯狂荒唐的权术游戏中。而在庆王目光所及的花园鱼池旁，他为一群饥饿相争的锦鲤投喂，按喜好施予或克制。在他眼中，这鱼群的争夺反映了人间的欲望与暴力，那最大的锦鲤也不例外，只不过是他一手所养的宠物罢了。就在庆王自得其乐的投喂游戏中，他的乐趣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，女儿金长歌的轻呼在空中搅动，回荡在寂静的花园之中。金长歌步伐轻盈，迎面走来，她那清秀脸庞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仿佛春日里初绽的花朵。庆王见到女儿到来，心中微惊，急忙丢掉手中的鱼食，躲闪欲走。然而金长歌眉梢微挑，迈开步伐，一把拉住老王的手臂，带着几分戏谑问道：“父亲为何一见到他便转身欲走？”庆王急忙摸着脸，尴尬一笑，并未正面回答，声称只是想四处逛逛而已。金长歌不信其词，笑着质疑，指出庆王所创立的千机营虽然现在由其二哥接手，但信息传递怎会遗漏给父亲？庆王一脸无奈，声称自己远离了那些事物。于是金长歌笑意更甚，逗弄着庆王，提起了北凉的最新战报，故意吊着他的好奇心。庆王装出沉思，猜测是否秦泽又斩杀了胡马。金长歌笑容盈盈，指着庆王落空的猜测，分享了更加惊人的消息：秦泽已经彻底歼灭了北库草原所有胡马大军。庆王震惊脱口，难以置信地验证这条消息。金长歌肯定地向他保证，信息的确是真实的，自己亲耳从大哥处得知。庆王此时满是惊异和钦佩，对金长歌的妙语连珠，心中更加自得了起来。他揭露黄天虎背叛，带着盘龙军去北凉，却意欲行刺秦泽。庆王震怒，金长歌继而补充，这一切都是黄龙和胡马背后暗中勾结的结果。现在大哥正前往黄龙府邸将其擒拿。庆王听后陷入沉思，而金长歌继续道出秦泽欲要清除朝中异己的决定。庆王眼眸深沉，问及女儿对此事的看法。金长歌坦言，秦泽平日在战场为人民而战，
却遭背后暗箭，自然难以忍受。他言下之意，若有人背后伤他，绝不会手软。庆王听后似笑非笑，他们之间的对话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庆王似无意中提及秦泽可能不会就此退兵，这令在场的空气一度凝固，紧张的氛围让方圆几米内的树叶都仿佛颤抖起来。庆王轻轻地提出了秦泽可能不仅仅为了诛杀黄龙才带兵回京的猜想，而这让金长歌的反应出现了少许波动。金长歌凝视着父亲，那用充满威严和深邃的眼神探查此事的真相。他回答道：“如果陛下明察秋毫处置了黄龙，那么秦泽自然没必要亲自领军而来。尽管京师与北凉地处遥远，但秦泽得知消息后必定会选择撤军。”庆王仍旧站在池边，目光从赏鱼转回至女儿，颔首表示认可，但随即提出了新的疑问。他指出，2年前秦家被剥夺出京的兵权，现如今秦泽拥有民心，又掌握强大兵力，不由让人猜想他接下来的举动。金长歌听后，语气中显现出一丝严厉，明确地表示，若秦泽谋反，自己将亲自领兵将其绞杀。庆王挺身笑道，声音中透出对局势的轻松与自信。金长歌听着，脸色忽红忽白，羞愤交加。庆王早知道金长歌心怀对秦泽的敬意，如今他却已立志要铲除这位在他眼中曾经无比辉煌的英雄。庆王对女儿的心情变化感到好笑，却又不失时机地教导他如何正视权谋之事。而在幽暗的镇军将军府内，金色战甲收敛所有光华，将堂中映成铁屑严冬。黄龙曾经的威风凛凛，挥直京城风云的猛将，如今被锁链囚禁，如畜生待宰，心中愤懑难平。餐饭未毕，士兵们涌入，无序的脚步声踏碎了一切宁静与往昔的尊贵。黄龙在刀剑下无计可施，只得被生擒。台下，黄龙的惊恐与绝望岌岌可危，却无法用言语喊出。金剑人的话语如一把把冷箭，刺入他的心中，搅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与憧憬。5万盘龙军，一生功名，儿子黄天虎以及忠诚的义子黄元朗，一切在转瞬间化为泡影，只剩下血色的苍茫与死亡的阴影在黄龙脑海中盘旋。黄龙被五花大绑，徒劳地扭动着身躯，肉体和尊严受到了双重的凌辱。他的夫人被铁链拖曳前来，绝望中的泪水涌动。他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即将临下的更残酷的一幕。金剑人的语气冷淡，如同注定了命运的裁决者，下令向天牢转移，后又突然点名要见黄龙的夫人。黄龙心中万马齐喑，混合着愤恨与焦虑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。但金剑人不受所动，甚至在此刻还绘声绘色地评价黄夫人的姿色，让黄龙对金剑人满腔的憎恨更上一层楼。与此同时，在庆王府的暗室中，金建德向庆王汇报了对黄家的剿灭，并且透露了想要运用千机营去暗杀秦泽的计划。庆王听着儿子的报告，吸着鼻烟，似乎在享受那种权谋带来的刺激。金色的日头爬上了天际，但在金銮殿外，夜色的阴霾还未驱散，一幕朝政的风云变幻草草落下帷幕。权臣们不出殿堂，内心的波涛起伏像他们表情中鲜明的对比一样易见，怒火、喜悦、怨恨、悲伤在混乱的人海中肆意流淌着。户部尚书王雍今日无半分往日红润，他的沉重身躯被冰冷的恐惧包裹，汗水如细雨般打湿了他的衣领。朝廷上，镇北王的功绩与黄龙的罪行被公诸于世，这股由内而外的颤抖让他的胃绞成一团。而身为权臣界的中人，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归宿。贱货的宣旨使得本已湿破的内心更是惊慌不已。黄龙背叛，这位与他私交甚好的镇军大将军竟将饱尝族灭之痛。王雍脑海中重演着那些往日的酒宴欢声，终究化作一地悲凉。此时此刻，强权之下的无奈与绝望浓得化不开。王雍慌乱的步伐中，不经意间撞击了一位与他一般无二的失魂落魄老者，那是吏部尚书张力。张力脸上的喜怒哀乐如同戏剧的转换，心中无疑也是惊涛骇浪。庆幸镇北王之功与对黄龙谋逆的憎恶交织，这原本应是举国欢庆的一天。但随着西京的让渡，原本的喜悦与愤怒被无力的悲痛冲刷得一干二净。对张力而言，西京非比寻常，50年的波折，家国情怀侵占了他的灵魂之深处。他的跌宕蹒跚不仅仅是身体之伤，更是精神之病。归家的路途中，他早已忘却了时间与空间，重重地跪拜在祖先牌位前，眼泪浸湿了双手。今日我大欠，失去了西京。他对着祖先肺腑之言，似在控诉天地不仁，责怪自己无力，责怪官僚目光短浅，责怪命运的不公。正当张力在内心深处自怨自艾时，温婉的声音响彻祠堂外，是他的女儿张子生。张子生身着素雅长裙，如同冬日初绽的梅花，清冷而坚强。听闻父亲的感慨，他闯入了男子的禁地，宗祠，毫不在意归时与禁忌，去那些宗祠禁忌，大步走近。那身藕白长衫上绣着的梅花欣欣向荣，似在反抗沉闷的空气中寻找一丝活力。爹，你听说了？陛下同意西京自立。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双手为祖宗牌位细心抹去尘埃，波澜不惊的脸上荡漾出一丝难以捉摸的情绪。是的，西京将独立，但至少他不会成为屠原的领地。在自责与悲哀之中，张力并试图安慰自己，却无法掩饰其中的苦涩。张子生却毫不退让，
直指事实的核心，质问父亲对于西京的苦心血泪所换来的不过是陛下手中的一枚棋子，而他的画刃直指了王朝心腹。若非大臣们，即便是陛下亲情，西京也注定被送走。他的话显得坚定而有根据，透着一股深思和洞察的锋芒。张丽愤懑，却在女儿的眼神中读出了一份成熟和沧桑。他气急直拗地训斥他：“子生，你怎能这样谈论陛下？爹，您可知道为何西京的百姓会选择暴动？更何况是奔向屠元国的怀抱？”张子生边擦拭牌位边发问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从容与自信，犹如每一句话都藏有深意。张丽彷徨地解释西京的世态人心，而张子生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大前的现状。所谓的太平盛世，实则是一纸空谈。他的言辞间还原了庶民的苦辣，直指王朝奢靡导致的民不聊生与屠元国蠢蠢欲动的野心。面对女儿如此洞悉世事，张丽不禁震惊于她的深度思考，疑问的眼神直视女儿，却不知她早已了然于胸。子生对于西京的缘由有着自己的看法，他转而共享北凉的现状，描绘秦则如何用铁腕政策改变局势，形成可靠的军队，从而斩断胡马的威胁。父女间的对话中，张子生再次提起秦则，似乎在探讨可能隐藏的叛乱意图。当张丽对这番猜想声音高昂的反驳时，子生却以沉思的语气向父亲阐述那句古老谚语背后的真正含义。他利用这句暗语表示，若百姓归于仁慈之手，其下场将自有天意；若否，那他们的命运或将在谁手中断送，注定愁云惨雾。夜深了，张子生的话语似乎预示着某种结局，尽管模糊，却又充满了深邃的智慧，令张丽的心神隐隐不宁。寒风乍起，张子生望向外面的夜空，似有千言万语要说，父亲则呆立在原地，心中满载沉甸甸的忖度与遐想。此情此景，是否在暗示着大前王朝的命运已如天边的星辰，虽璀璨，却也遥不可及，最终恐将黯然失色？在这个沉默的时刻，女儿继续开口，细声细语地提起家中的二哥张掖，一个在与父亲争吵后离家出走的少年。张丽的呼吸顿时变得沉重，内心的波动仿佛被带回了那个久远的雷鸣语言。在瓢泼大雨和滚滚雷声中，他与二儿子张掖的争吵场面愈发清晰。那夜雨势如注，雷声四起，辽阔的天空中电光闪烁，仿佛裂纹在夜幕上急速蔓延。后院内，泥泞中的张掖满脸泪水，衣衫褴褛，双膝跪地，声音沙哑且充满愤怒：“爹，你这是愚忠！国家不再如从前，金家只顾权势。”张掖激动地质问父亲的忠诚，指责皇权的腐败，大哥在战场上的不明不白的死亡，身后却是金家无辜的积累功绩和财富。然而，张丽无法接受儿子的指责，在不断加重的雷声之中，他愤怒地拿起鞭子，对着张掖的背部鞭下一疮再疮。女儿的哭喊和阻拦，小儿子的苦劝也未能阻止父亲手中的鞭子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将怒火和忠诚的信念挥洒在张掖的身上，直到张掖血迹斑斑地倒在雨中，断断续续地呼吁忠诚的对象应该是百姓而不是权力者，张丽才停下了手。但是那夜所有的怒喝和雷声都没有让他听进儿子的心声。自那日起，张掖就此失踪，让祠堂中只剩下了回忆和无尽的沉默。如今，在这个宁静的一刻，祠堂中的张子生获得了父亲的反思。他快步走向倒地的牌位，那是大哥张然的，他尽管如明般燃尽生命，依然没有赢得美名。女儿默默地整理着牌位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每一寸灰尘。张丽的手颤抖着，从女儿手中接过手帕，开始细心地擦拭大哥的牌位，彷佛在用这个动作洗净自己心中的罪恶。即便牌位已经光洁如新，他却依旧不肯停手，擦拭着，仿佛弥补着过去对子女的理解不足。在牌位整齐摆放后，张丽的视线从一个牌位游移到另一个，他看着那些承载了家族辉煌与悲壮历史的记忆，眼中的潮水似乎一泻千里，泪水在垂老的脸颊上无声地划过。幼子张健的牌位提醒着他，哪怕是埋在北凉的热血儿郎，也继承了家族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。终究是爱和回忆，让这位厚重的父亲在时间洪流面前泪流满面。他告诉自己，早已逝去的儿子们，他们昔日的战友秦泽将军，如今已经消灭了那些凶狠的胡马，为大前的百姓揭开了一个平安的篇章。张丽的鹰叶最终成了真挚的悔恨。伊尔说的对，大前如今真的在那些自私的手中堕落。他的哀痛也让站在一旁的张子生感到心疼，但他的面色仍然平静，轻柔地为父亲擦去了眼角的泪水。此刻，张子生再次开口，语气中自有一股淡然的力量：“未知鹿死谁手？这鹿，女儿觉得也该让秦泽来拿了。”这句话仿佛带给了张丽一抹新的光明。他带着泪痕的老脸微微点头，现实中的复杂情愫在他们父女的眼神交流中愈发明朗。女儿平静地看着他，那双清澈的眼眸里仿佛有无边的智慧在涌动。为了避免无谓的血腥，为了大前百姓的安危，你必须给秦泽写信。寄信课题让张丽满脸疑惑。张子生轻声指点，眼中流露出一抹锐利的光芒，仿佛是刀锋一般，有着拨开迷雾、直见事物本质的能力。他提议说：“告知以利害，请他去西京。”这话一出，张丽愣了一下，随即他的脸上泛起了犹豫和无奈，清晰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挣扎。张子生则如同古泉涓涓，细致地将那复杂的局面一一道来。金风鸾居然下达了分裂国家的决定，
西京将成为独立的实体。这一决策不可恢复，秦泽手中虽有兵权，却未必能收拾局面。此外，蒲元国如饿狼般虎视眈眈，一切都指向即将到来的风暴。他若前去西京，岂不是自断手足？张力忧心忡忡地问道。然而，张子生的回答像是一股清流，不紧不慢，透彻而智慧，每一句话都像是精心安排的战术，展现了他对局势的深刻理解。此时，北凉广阔的土地，肆虐的风沙仿佛不惧任何挑战，催生了一场充满壮阔的行军盛景。秦泽身披战甲，他的气势如同暴风前的平静，危险而沉稳。整个队列在沙漠中缓缓前行，愈发显得无法阻挡，带着他们的是令人心悸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。